大家好，生命总会找到出口。台风的强降雨把蝸鸟都逼上七里向上，只是这么大只的蝸鸟爬在茎叶的末端，说明了雨势惊人、风势不大的状态。而这一旁的芦笋在台风来临前有做简单修剪矮化的动作，容易快速是没有拉绳的简单防备。由于台风来临前赶着搞定蓄水池，也就忘记拍片提醒做简单的防护。另外，若是采用偏沙质的土壤种植，则要多注意土壤流失的问题。而在约1个月前进行矮化的鸡蛋花，在台风还没有离开前，就开始展现生命力。另外，很晚才播种的丝瓜，初步看来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。以上算是影响轻微的部分。接下来则是天灾加人祸的结果。在台风来临前，重心摆在加速完成的蓄水池，直接转变成滞洪池。既然雨势不大，棚架又是南北向，棚架会倒塌，就值得好好来研究一下。首先看到的这株野生豇豆，棚架没有倒下，还不知道竟然开了这么多花。从正向看待风灾，有助于台风天勘灾的意义。拍摄记录下来的另一层意义是容易安排大雨过后的挽救顺序。尤其大雨过后，菜价高涨，会有一段时间让不少人买不下手。抢救的意义在敦亲睦邻上相当给力。从走道上并没有积水的状态，就可以知道此处的地势相对比较高，甚至外面河道的水位都还比走道低上不少。槽内积水就真的是人祸了。主要是槽内的排水孔忘记打开，加上几年前棚架搭设时不懂变通，单纯为了增加作物攀爬空间，直接搭配竹子长度与迁就种植槽内的宽度，棚架也就搭设的比较高。台风一来，头重脚轻，风阻自然也就大上了许多。由于豇豆与苦瓜的底茎都很健壮，棚架倒塌时也未将底根拉上来。目前规划抢救的方式，就是先让水排出，等雨势过后，再依据挽救的优先顺序进行。毕竟要重新种植，所需要的时间缓不济急。除非您也记得在台风来临前买保险，先做撒种育苗的动作，就可以缩短一点时间。以上是简单的台风过后勘灾的心得，谢谢收看。